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解放军怒呛荷兰军舰挑衅，于是呢发动的是电子战来发威，要驱离荷兰的德鲁伊号。今天会来关心在荷兰最近期跟中国大陆多次的对峙，包括有关于艾斯摩尔的议题、安氏半导体的议题、中荷恩怨。今天我们就这些细节做一次比较详尽的报道解析。中荷之间，我们来看到是再度的爆发，这次的是军事紧张冲突，地点就在南海的西沙群岛。我们来看到荷兰的军队、荷兰的海军，这个是德鲁伊号护卫舰进入进入南海的西沙群岛的海域之后，多次的发动了起降它的直升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部分也立刻做出了反制，它派出的是它的护卫舰来全程监控，并且用中英文进行对于荷兰船舰的警告。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荷兰直升机 A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这是中方所做出的反制。另外一方面呢，中方甚至是出动了他的战机巡弋，并且在上头挂载了霹雳10空对空飞弹。解放军的部分，另外一方面也实施了电子上面的干扰。结果在干扰之后，荷兰的军舰是立刻离开了这片海域。我们来看到荷兰方怎么说，他说德鲁伊号的护卫舰在这边行驶是我们的航行自由权，而中方的反应则是说荷兰严重侵犯了大陆的主权，违反了国际法，而且破坏南海的和平跟稳定。他还说荷兰的挑衅行径极易引发误解跟误判，会带来严重的安全的政治的后果。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来看到解放军罕见的主动宣布用电子干扰来驱离这一艘荷兰军舰，为何主动承认它是用电子干扰？接下来对于荷兰的军舰跟军机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那厉将军怎么看？这一艘荷兰的军舰德鲁伊号确实是很明显的挑衅哈，它是到这边来干嘛呢？我们都知道荷兰远在欧洲嘛，他这时候跑到南海来干嘛？他要到这个西太平洋去参加6月24号的环太军演，美国所主办的环太军演。那按理来讲，你在这个菲律宾的马尼拉这个加油补给完之后，你应该向东航行。就是你没有向东航行，你跑到西边来，跑到西沙群岛，而且是进入到西沙群岛的12海里的这种净土之内这个所谓的这种国境线之内，那对解放军来讲是非常严重的挑衅。你已经进入到人家的领海线里面了，所以这次解放军的驱离行动，这个动作也是非常的大我们看到有什么大？以前来讲的话，解放军大概不至于用到这么大的动作。大家不要以为只有这个电子战的驱离，其实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怎么讲呢？也非常罕见。第一个，所谓电子战驱离电子战驱离，它可以用2种方式。第一个，我干扰你的导航设施；第二个，我可以干扰你的通讯设施。那如果说你看这架直升机起飞以后，它的通讯设施或者是导航设施被干扰之后，我跟你讲，它会迷航在茫茫大海里面，它东南西北它都搞不清楚了。那第二个，如果说是这个对这直升机通讯设施也干扰，它这个军舰就没办法指挥这架直升机，直升机极可能因此而坠海，他找不到自己的军舰在什么地方，他就返航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们甚至于看到解放军这次出动的，包括到歼16战机这个挂着霹雳10这个它算是中程的空导弹而且把这个导弹亮肚子对这辆直升机，让他看到，让你知道事态严重。那第二个，我们讲这艘的护卫舰到底有没有能力对抗解放军的电子战？我认为是完全没有。为什么呢？这是2004年的这个算是一艘老军舰那你看它的吨位就这么小，你怎么去对抗这个歼16D？歼16D是专业的这个航母战斗群的电子战机这次听说解放军出来的是最起码是歼16D 的这种等级的电战机。那你想想看，这种是航母战斗群的电战机，你小小一艘军舰，你怎么对抗得了？我们知道电子战有2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技术嘛。我的装备、我的技术可不可以压过对方？那你想想看，歼16D 它是这个最新型的电子战机，那它的装备或者性能，那或者甚至于技术，绝对会远优于这艘的护卫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电战讲究什么？谁的电力大，我就压过你啊。
电子战有时候讲的是这个毫不客气，就是谁的力道比较大。那你想想看，解放军在南海地区，它除了说西沙的永兴岛之外，它上面还有可能别的军舰哈，包括这次来讲的话，054也出来，056也出来，它的电磁干扰，它这么多艘军舰如果包围你，我觉得这次解放军大概是这个很严重的警告了。但是还没有置他于死地。如果要置他于死地，我们讲电子战是一种软杀伤力哈，这个导弹是硬杀伤，那电子战是软杀伤。但是不要小看软杀伤，软杀伤它还是杀伤力。它如果说持续对你电子战干扰的话，你如果这艘军舰在这边迷航，或者直接找回不了自己的母舰，找到这艘军舰的甲板降落的话，极可能因此而坠海，发生更大的事端。所以这是我想说对荷兰是很大一个警告。好，这个是解放军正式的对荷兰寄出在军事上面的一个警告。那为什么荷兰还要这样做？这背后的意图，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他的这个航行计划做的并不是很好。你看他迢迢万里过来，对，从荷兰这个大西洋，越过这个英吉利海峡，然后进入这个准备进入我们讲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再穿越到苏斯因河进入红海，再从红海之后出来到这个我们讲的曼达海峡。你才出红海啊，才能够进入你曼达海通过，你才能够进入阿拉伯海啊，阿拉伯海进入印度洋，印度洋你一直从西印度洋通过到东印度洋，你要穿着安达曼海峡，因为有安达曼群岛，你才进入马六甲海峡，就是马六甲海峡，你才能够北上进入我们讲到的南海，进入西沙。你看它迢迢万里，你迢迢万里来，为什么要到西沙去呢？我认为是为了向美国表忠。因为他就要参加的是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到7月31号环太平洋军演。我既然来了迢迢万里，我这个地方也来学美国一下。美国强调自由航行，那我也来自由航行。你要自由航行可以，但是你不要进入领海，12海里不可以进来嘛。他可能军舰是擦边球在那个12海里的边缘线，但是起飞的直升机 SH-6洞，你这个直升机就不对了。你看它一起飞之后再绕了的，你不进去了吗？你常进没进？但是你飞机进去了，他警告的是飞机，他并没有警告这一艘军舰。问题出在这里，你军舰，你看我对你这实施电子战呢，他这个挂的这个霹雳1洞，霹雳1洞是短程的，就是准备对直升机，不是霹雳1洞不是打这个他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飞弹护卫舰啊，不是，就对那个直升机嘛，所以没有航行计划，你这直升机你要去，你要知道你有没有 GPS 定位，不要它有个这个按照西大群岛，它这个12海里把它画出来嘛。根本没有画，一起来就以为可以逛大街，在那边海洋上飞行，反正海洋上又没有划线，但是你一飞到零，一飞，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逢机必查，逢舰必跟，这是中国大陆的原则。就你踩到红线了，你进来了，中国大陆能不警告吗？那不是我警告的话，他会被查办，军法查办你这个失职啊！你这进到领海你都没有做，按照 SOP 嘛，先广播，然后再不行的话就实施电子战哦，因为都会有。有警戒区，警戒区完变成是拦截区，你要到进入啊变成摧毁区。你现在已经进入警戒区了，都已经越进来了，那我就要拦截了。所以他就做警告，强调做电子战，这个换句话这个程度已经升高了。那荷兰他没有要做航行报告，如果事先跟通报对中国大陆那没问题，没有通报，那就是为什么不通报？向美国表忠干嘛通报呢？所以就会造成这方面的误会。好，这是荷兰在这一次的最新的军事动作上被解读就是要和美国效忠。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我们刚看到是荷兰在军事上面的效忠，是不是在商业上跟科技面同样也是要对美国来表达效忠呢？因为有一些具体的例子都是发生在这1-2年近期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最新这个是2025年9月，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我们讨论了有关于安氏半导体的议题，当时荷兰硬要透过这个紧急经济安全权利接管安氏半导体，结果引发了大陆的官媒痛批荷兰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强盗哦。再来科技面，荷兰因为美国的关系，所以呢收紧了对大陆的这个设备的出口，就是这个 EUV 的这个极紫外光机的设备。再来 DUV 的维修跟升级也会全面的对大陆实施封锁。再来就是美国确实在今年4月有通过一个 Match 法案，有要求艾斯摩尔不得对中国出售它的原料等等。为什么它从各种方面，军事科技等等商业都要跟中国大陆对着干？岳老师怎么看？荷兰这个国家根据美国的指示，然后来进行反中的事件，是其来有自，非常非常有传统的。我1983年出国的时候，
到这个比利时去留学，坐的飞机就是坐的 KLM 的。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华民国处境是极其困难的，唯一在欧洲能够直飞到台北到阿姆斯特丹的唯一的航线，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记忆？就是 KLM 荷兰的航空公司是唯一飞的。那个时候不能飞越大陆领空啊，就要第一站到泰国曼谷啊，然后第二站的话要到阿布达比，然后第三站才飞到阿姆斯特丹。啊，是这种情况。荷兰完全是配合美国的做法，荷兰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熟，我太熟了，我就住在那里嘛。在比利时，我住在荷兰语区嘛。荷兰人是全欧洲里面生活习惯最像美国人的环境啊，所以荷兰做的事情，你现在讲了3件事情。第一个的话，荷兰的舰艇啊，就是德鲁伊特的，他这个德鲁伊特，他到了那个西沙群岛，其实呢就是在挑衅，完全就是在挑衅啊！所以说大陆采取这个歼16警示性的电子干扰啊，就是让你这个本身你的雷达看得跟那个雪花牛肉一样，你根本看不清楚什么东西啊！这个大陆就是做法上。然后第二个，你讲到说是那个安氏半导体，荷兰的公司安氏半导体莫名其妙的就突然把这个叫什么文泰科技的中国安氏的就没收了，不准你卖了。那中国这个文泰科技讲说，我给你面子叫安氏，我不叫安氏，反正就不出货，东莞那边的货就不出来，所以闹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荷兰态度非常强硬啊，荷兰人基本上的话呢，长那个样子的话，他特别骄傲啊，哎，种族歧视啊，非常严重啊。然后这个第3点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ASM 啊，这个光科技是真的例外了。你知道为什么例外吗？因为安氏半导体他们都是些普通货嘛，对不对？就是这个低端的这个半导体，这个汽车用的。然后那个船舰的话呢，这个大陆它根本就不是对手，一下子搞不好打的。但是它那个有关于那个光刻机的话呢，它出产那种。你知道 EUV 跟 DUV 不一样，那个 EUV 的话呢，它全世界没有几个买家，所以他就抗议了。他讲说他自己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就用到。他讲说，你这个在沙漠中不给他食物的话，他一定要找出自己的想办法发展，因为这是生存的问题嘛。所以说这个 ASML 的这个 CEO 就表达了说对美。